在生活的角落里，有一幕真实的隐若成荫正在上演。有这样一位老人，他的身影令人动容。为了卖出仅仅50块钱的菜，奶奶见不顾危险，从悬崖边踏上艰难的路途，只为了能将这些辛勤种植的蔬菜带到街上售卖。那颤颤巍巍的脚步，那写满沧桑的脸庞，无不诉说着对生活的不易与坚韧。50块钱或许在很多人眼中微不足道，只够买一杯奶茶，可对于奶奶来说，那是她的希望，是她用勇气和汗水换来的价值。她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对生活的执着，即使面临悬崖的危险，也从未放弃，也愿生活能对她温柔以待。让我们为这位勇敢的奶奶点赞。现在是早晨6点半，遇到隔壁的奶奶去卖菜。今天呢，我们决定跟她一起走路下去，看一下他们真实生活是怎么样子的。今天呢，我就不帮奶奶忙了，我们全程记录他们是怎么背下去的。听说他们5点钟就起来开始准备了。大家看，为了卖菜起得这么早。好，把香烟给我。现在奶奶已经出发了，我们跟着她走。现在是6点半开始走，我们看一下几点钟能走到。大家看，山里面起雾了，特别的美。爸，每次赶场你们起钟来走啊？哦，不是按照亮就走干么事？哦，奶奶说他们每次赶节天都是天亮就开始走。像背这杯菜一块卖好多钱啊？几十块钱啊。起这么早就会卖几十块钱。这就是农村老人的真实生活。看天刚刚亮，他们就开始走，往这里走下去。爷爷在前面走，奶奶在后面走。奶奶和爷爷他们80多岁了，还在为生活起早贪黑，所以说我们每个人都要更加的努力生活。像奶奶他们不是没有钱花，而是他们不想给子女增加负担，他们想的是自己能挣一分是一分。像爷爷他也是有退休金的，加上爷爷的退休金，奶奶他们晚也是够生活的。但是他们还是想，自己再挣一点钱。大家看视频看到这里的话，肯定会责怪，为什么我们不帮爷爷奶奶背下去？我们主要是为了真实的记录下来。你坐一边啊，我这怎么下去？奶奶说她在这里还有一些菜，他们的菜地都在这下面，所以说昨天她就已经把这需要卖的菜准备好了。大家看路特别的惊险。慢点哈，爸。对。奶奶去地里面继续装菜，爷爷往那边下去。大家看，爷爷奶奶的田地就在这些坡坡坎坎下面，他们种地也是很辛苦的。像爷爷他是有退休金的，奶奶没有，因为奶奶没有工作。爷爷年轻时是有工作的。爸，阿公以前是参加哪工作的呀？他是在铁路上退休的。哦，铁路上。那公现在一个月好多钱？
有3000才的。哦，爷爷每个月有3000多的退休金。再看，这些地方本来没有路的，被爷爷奶奶走多了就变成路了。慢点好了，不？它有点溜哦。我们儿子也看你菜脚漏，看你没菜，知不知猴子家那不得我没菜？他们子女每次看到2位老人弄菜卖，就会说他们不让他们干活，但是他们就是要干，没办法。子女的话，想劝老人也劝不住。大家看，真的是太辛苦了。这是真实的，不是摆拍的。奶奶每天都在这下面种地。大家看，就这里，拔点菜啦。这是不是？哦。可能是不是？奶奶怕有人拿她的菜，然后用这些秸秆给藏起来的。奶奶很聪明，像这样把这些菜藏在这里。爸，你们又不缺钱用那个海的做活的呢？那听来我管，你管坐不住了吧？奶奶说。想起活动哈，我还想起来。奶奶说她主要是坐不住，想来活动一下。那你为啥把那些菜全部放在底下呢？又要背上去？我在底下高就清理个。哦，在上面吃的，上面这里有。上面啊，就我们应该还就停的，我就停就停的。哦。奶奶说上面也种的有菜，所以说上面扯了一些，下面也扯了一些。天还没有开始亮，奶奶就起来开始准备。现在天空已经完全亮开了。这是哪菜啊？这是菜叶儿，牛皮菜叶儿。哦，牛皮菜。牛皮菜叶儿。奶奶说她干活主要就是想自己活动一下，要是不干活的话太无聊了，每天。奶奶怕下雨，所以说弄这个塑料布放在身上，但是今天没有下雨。我去啊，你这儿。好，现在已经全部准备好了，奶奶又要开始出发了。现在又运了返回啊？现在又往哪儿上去啊？我这边下去。哦，现在往这里下去。哦，这下去。哦，这里有一条路，我们往这里走下去。大家看，这些地方是完全没有路的，只有旁边有一条石梯路。奶奶走路完全要靠手脚并用才能走下去。像奶奶干了一辈子的活，腰也是驼了的。限量一体即时充电。终于走到了正常的路段了。限量一体即时充电。这里有石梯路，可以一步一步的往下面走。奶奶他们年轻时就是这样每天走下去卖菜。
在农村要想有收入的话，全靠农作物。我这个手机人充电充不进来，充电充不起来。奶奶的手机坏了，充不进去电。待会儿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是什么情况吧。给大家看一下，现在这石梯路是非常滑的，下过雨后更加不好走。慢点好不好？我晓得。年轻人走这个路都要冒一身冷汗。不知道爷爷有没有走到下面去？哦，我真的是替奶奶捏一把汗，我真的很想去帮她，但是我们今天的目的就是为了记录奶奶的一天，我们是不能去干预奶奶的这一天的。平时的话，我们可以直接给奶奶的菜背下去。大家看过我们的视频都知道，我们平时只要看到奶奶在干这些重活，我们都会去给她帮忙。但是今天呢，我想带大家看一下，没有我们帮忙的时候，奶奶是什么样子的，她的生活是什么样子。就是这边上去了就要走路啊，就是这边人不走哎。奶奶说，就这里这几步路非常难走，过了这里就好一点了。真的是太危险了，这里。注意好，这不踩空哦。平时我们都不知道爷爷奶奶他们像这样走下来的。有的时候爷爷奶奶要去卖菜，我们都是直接帮他把菜背到我们车里面去，从上面开车下去。我们没有时间的时候，爷爷奶奶他们就是自己像这样，一步一步的往下背，背到下面去。下面有一条大路，到下面去后继续走。走到外面的话，有的时候会坐公交车，有的时候就是直接走到街上去。从这上面走到街上去呢，要走好几个小时才能走到。像这里的路就好走多了，比上面平稳一点。上面那条路完全是垂直90度往下走的，其实往上走还好，往下走的话就非常的危险。因为爷爷的腿脚比奶奶还要差，所以说奶奶都是不让爷爷帮忙干活的，只是让他做一些比较轻微的活。奶奶的身体比爷爷要好一点。越往下面，这路越好走了。所以说，奶奶没有摔跤，我都差点摔跤了。我跟奶奶走下来，我都好几次差点摔跤。
大家看过我们视频都知道，我们3年前就来这里的。我们以前都是往这里走上去，走下来。我们有了小孩后，就很少走这条路了，就每天都是往上面走。奶奶走累了，在这里休息一下，继续走。只是休息个几秒钟，又继续走了。奶奶怕去晚了就找不到摊位了，因为必须得起早才能找到一个合适的摊位，像这样菜才卖得更好。我记得上次我们带奶奶下去卖菜，她走在路上被蜈蚣咬了，去医院里做了几天孕。真的是一步一个脚印。大家看，我就拿一个相机，都一身冷汗。现在走下来，不是因为我被累的一身冷汗，我是被奶奶吓的一身冷汗。看来也已经到马路上了，给大家看一下。6点半开始走，现在已经7点多了，走了半个多小时才走下山。如果说要是年轻人的话，可能也就5分钟左右就能走下来。像奶奶的话，走半个多小时。终于要走到山下了。这里是最后一个陡峭的石梯，走完这里就基本上没有这种石梯路了。像爷爷奶奶他们平时也不花钱，他们就是想自己做一点事情。像爷爷每个月有3000块钱的退休金，他们是完全用不完的。他们每个月的生活费最多也就200块钱就够了。哎呀，打了啥？奶奶开心，奶奶特别的开心。她说终于到底了。看，奶奶紧张的心现在已经充满了笑容。每一次走路都是在挑战生命，感觉。这里平时会涨水，最近天干，所以说这里没有水。好，最后一个台阶。喂，慢点吧，差点摔跤了。没想到最后一个台阶还失误了，上面那么危险的走过来了。现在全都是平路了。就这里上坡还有一点危险，上坡是泥巴路，泥巴路在这个下雨天的话有一点打滑。爷爷已经在路上去等奶奶了。我已经叫小琴他们开车下来了，最后这一段路我们就开车送奶奶到城里去卖菜吧。因为虽然后面这段路好走，但是走到县城的话至少得走3个小时，像他们这样，就这样慢慢的走。这里到县城的话还有好几公里。
我们开车都要10分钟左右，所以说他们走路是很慢的。所以说我们今天这个视频还是挑战失败了，我们还是不忍心让奶奶完完全全的走着去。现在小琴已经开车来接我们来了。挂了我的天空，是吧？好吧，大行吗？哎呀，还有点重嘞。你看奶奶走下来以后，她的棍子不带上街，她老是藏在这里。拿来卡在这个护栏上，像这样的话就没人拿她的棍子了。这根棍子是爷爷的，我不会告诉你们爷爷的棍子是藏在这里的哦。好，上车。不跑，不跑。奶奶说她怕把我们的车弄脏了，所以说她要把鞋上的泥给弄干净。所以说奶奶他们还是很讲究的。好的，好的，走，抱。好，现在上车，我们送她到街上去。一路走下来，真的是冒一身冷汗，随时都担心奶奶会摔跤，真的是那个路垂直90度往下面走，太危险了。现在我们就开车到城里去。背的东西太多了，我们车装不下，车门都关不上。好，最后几公里，我们用车送爷爷奶奶到街上去卖菜。别小看这几公里，至少得走3个小时。爸，哎，你们平时从外头到街上要走好久啊？开要把走起来先把开1个小时2个小时去了。这里就是爷爷奶奶他们上面村寨搬下来的这些居民，但是爷爷奶奶他的儿子儿女都没有住在这里。好，现在已经进入大路了。这应该是爷爷奶奶比较早的一次了。对，平时的话，他们就算坐车也得把菜背到这里来，才能坐公交车。我们现在正式进入城中心了。现在我们已经到街上来了，实在是找不到地方停车，我们先把车停在这里。跟奶奶的对话，没有没有，奶奶说谢谢我们。奶奶穿梭在车水马龙中间。看，奶奶满脸笑容，到了街上很开心。这老板买呀，不？我在这些老板没有。奶奶在不断的寻找最好的摊位，找一个好的摊位卖菜要卖得快一点。转了几圈都还没有固定下来，到底在哪里卖？这位做生意的阿姨不让奶奶在这里摆摊，她说是她新来的，所以说来晚了是很难找到摊位的。奶奶已经在这里转了好久，都没有找到有人愿意让她摆摊的地方。
这里也不让他摆，那里也不让他摆，呆看。所以说，在农村的话，你不起早的话，你连摆摊的地方都找不到。奶奶还没有找到能跺脚的地方，已经转了好久了。奶奶想在这里卖，不知道这里让不让奶奶摆摊。我们转了好久，那些来得早的商贩都不让爷爷奶奶摆摊。爷爷奶奶已经找到了一个摊位。卖完了，贝鲁里面的已经卖完了，还剩这些。多少钱？到40几块钱。还剩最后一点菜，把菜卖完了就回去了。已经卖完了，我们去给奶奶买一点肉，买一点米。没起来开。谢谢。好，谢谢。有几个嘛？我看挺有几个。好啦，我们回家啦。
买一包米。他们今天早上6点半就出发出来卖菜，现在都12点半了，现在才回去，这么多个小时。他说一共卖了40、50块钱，给他买一包米，还买一点肉回去。给你们买点米啊！我也查谁能买他一块买的吃。这声音了。好好哦。有了，飞了。今天买了很多改造牛圈茶室的工具，全都在这里面了。从早上2点半就起来，现在都快1点钟了。1点钟啊，卖了一个早上，卖了40、50块钱。没得好多。你们舅舅。快点搬救兵来了！好洗呀洗了，你管不住啊？男人。太重了。电量低，请及时充电。门嘞，给奶奶的米送过去。你们是不是啊？